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现在中东局势，美国这次攻击伊朗呢，除了聚焦在空袭还有飞弹上的对抗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在战场上的消耗战。我们刚刚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时间跟弹药是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当然不可否认的，美军非常的强大，他们具有压倒性的这些空军跟海军的优势，所以现在呢，伊朗所采取的对战方式也有改变，并不是硬碰硬，而是另外一种战争的模式拖自决，拖什么呢？拖时间，拖弹药，拖垮经济。这2天呢，在战场上呢，出现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伊朗大量使用无人机跟低成本的飞弹；第二就是呢，攻击节奏变成了高频率、小规模，采取多点打击；第三呢，就是指挥体系采取去中心化的作战决策模式。而这套战略呢，其实是多年来伊朗所建立的马赛克防御体系它的核心概念是指挥体系去中心化，让各个小单位可以自主作战，多点分散打击。换句话说，就是中央指挥系统如果一旦被打击，各个单位仍然可以独立作战跟反击采取自己的作战策略。好，那这个马赛克防御还有包括像伊朗现在强调，在这一个礼拜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一种标准的不对称的作战模式用来对付美国，让战事继续的拖下去美国真的是会难以应付嘛？基文，我认为伊朗这次这个作战打得有来有往主要是鉴于过去2-3年以色列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冲突所思考的一个新的应对一个模式而且证明这非常的有效。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以色列对包括真主党，包括对哈马斯，其实都采取一个攻击前的斩首作战这个新模式，借由精准猎杀来瘫痪你的对手这个大脑。那在去年这个6月的时候，这个12日战争，其实这个伊朗也遭受以色列这种精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当时大家都这个还印象深刻，很多革命卫队的重要指挥官或者他核科学家，其实当场被击杀对，因此如何分散他的指挥体系，去中心化，然后扁平化，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马赛克的作战模式，变成他一个维持他基本国家运作和军事反击一个重要的应对手段。因此就目前来讲，已经把全国31个省划为这个31个军区。然后各军区的指挥官负有按计划实施反击和对目标实施攻击这样的一个作业的能力，这个就让美国和以色列难以对这种31个就是军事这个点，实施一个这个一网成擒式的打击。因此你瘫痪几个点，别的点还是可以有效攻击，就是单独作战。对，然后而且这个伊朗结合这个12日战争的经验，就是利用各种弹道飞弹、各形式的飞弹和无人机，大量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美军基地实施攻击。特别是对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实施攻击，这是和之前12日战争不一样的地方。但共同的就是以这个小规模、多频次，然后多点的方式攻击，让的对手难以有效实施这个防御和实施反击。那这状况其实就目前来看只要弹药，特别是弹道飞弹维持一定的数量，尤其是这种高超音速、这个突防性强的飞弹，还有一定的量，可以保有你的实时打击能力。再辅以你大量廉价、那管多可消耗的这种无人机，如果持续去应对的话，它可以把时间加很长。特别我认为无人机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关键，它可以遂行伊朗本身带有人民战争特色的一个作战的模式。人民战争以前大家说小米加步枪，现在人民战争变成低廉价、可大量消耗、可大量使用无人机，变成你的人民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对这个部分我认为伊朗在这个部分是有优势的。毕竟之前像见证者这种无人机，大家认为有效，而且可以大量消耗。那在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攻击和反击里面，也确实让这些国家平白耗掉大量昂贵的防空飞弹来进行拦截。这个策略我认为应对来讲
确实是他手上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王牌。对，无人机的话，这个根据外媒的报道哈，2万美金左右哈，那跟你这个防空飞弹啊，动辄几百万的，那当然这样划得来哈。那所以就用这样的消耗战。所以刚刚金文兄提到的是，现在关键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看他们的库存。弹药的库存。那当然呢，另外有一个关注的发展哈，就是全球现在恐怕还要小心的是这个战场它的效应会不会外溢啊？会不会不只是在中东、在伊朗这个战地而已？那最近几天呢，美国境内也接连看到发生了多起大型的枪击事件，而部分案件呢，甚至被怀疑有可能涉及极端组织。因为最近听到了99岁的伊朗宗教领袖大阿亚图舍拉子，他就公开宣布，他呼吁全球的穆斯林对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宗教圣战。而路透社也引述了德国官员的说法，指出伊朗可能动用潜伏在欧洲的休眠细胞展开报复的行动。所以，如果是以宗教作为号召，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呢，如果有这种对于宗教极度狂热的，特别是极端的伊斯兰分子的话，在各地发动恐怖攻击，那这场战争恐怕就不只是局限在伊朗跟中东地区了。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担忧啦。那其实这一次欧洲在这场战争里面，大部分都没站在美国这一边啊，就是因为它国内的这个所谓的民族比例的问题。那欧洲尤其西欧，它国内的总人口里面，很多国家它的这个回教徒的比例都已经接近10%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口构成的部分。而且更进一步的就是说，这些国家，法国、比利时很多国家，英国，他们这些回教徒已经不是第1代移民了，他可能第2代，可能第3代。所以在上一波的美国这个反恐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所有这种所谓的原生恐怖主义者，那个不是只有在这个中东地区，在英国有，在法国也有。所以原生是什么？就他在英国出生的，他在法国出生的，这很难掌握了。他基本上他不是拿着中东国家的护照，他拿的是英国的护照，他拿的是法国的护照，本身就是法国或英国的公民了。对，就跟那个回教原子主义的时候，那时候出生，那时候中国大陆那个维族，对不对？那个所谓的东突运动，他们也加入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个宗教的动员的时候或者打圣战的时候那你只要给他一些事证，有这个例子出来的话，他发觉他们是因为宗教原因受到这个异教的迫害的话，那这种风潮就很容易被这个被点燃煽动起来，点燃。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我觉得欧洲国家，尤其西欧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态度很保留，就是因为这个考量。这是重要考量之一啦。那美国事实上前一阵子在德州也已经发生了，也是一位回教背景的吧。那么他也进行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对于这些无差别在这种公共场合射击啦。美国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美国境内的，基本上可能他们在这个社会，尤其在川普执政以后对于这个社会的这种容忍度多元化的这种价值、多元化族群这种观念的某种程度感觉到有一点开倒车的情况下，我觉得会因为伊朗这件事情，再加上伊朗的宗教领袖这样子的一个动员的话，这个所谓的细胞休眠细胞这个苏醒，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我马上可以想到，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了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对于全球旅游观光，这是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任何战争其实呢，刚刚也特别点到有一个重点就是对于交战的各方呢，弹药的库存是非常关键的美国弹药库存呢，当然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呢，也在快速消耗当中。可是呢，你也看到川普呢，他最近的发文一个最新的发文，他说呢，他已经跟这国防相关的一些制造厂商呢，都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会议呢。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大家说，美国呢，不用担心弹药短缺的问题甚至如果真的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就调弹药到中东地区就好了。但是伊朗现在采取的策略呢，被外界形容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战术，叫千刀万剐也就是不断的发射
低成本无人机。那刚才纪文兄也特别提到了啊，无人机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还有呢，就是持续消耗对方高价的防空飞弹，把战争变成了一场成本竞赛。现在美国弹药库存出现压力啊，这2天也波及到了南韩，因为根据韩国的外长证实呢，美方正在商谈要调动驻韩美军的系统，包括像是这个萨德要来支援中东。我先问一个问题啊，美国如果真的要调南韩的萨德的话，是南韩说不就可以了吗？还是？我认为，如果美国正式提这个要求给南韩，南韩不得不说 yes， 毕竟他们是盟友了。没错。然后最重要的，无法说不嘛。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就是美国了。所以，虽然这个南韩总统是比较偏左了，那我认为。他基本上的态度，即使他没有公开说，他也是反对美国这次在伊朗的行动，但是他不会那么直接，他不敢那么直接批评美国，可能性真的不大。他也要考虑到贸易方面，因为不知道，虽然他们两国有达成贸易协定了，去年就有了，但是川普已经说的很清楚，比如说西班牙最近批评美国，川普说会使用贸易方面的报复行动，来应对西班牙的批评。所以南韩总统也要考虑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真的有提这个要求的话，那南韩不得不同意。但是如果因此而使得东亚这边的防卫弱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调动而已。暂时调动，这当然是暂时了，所以够久了就会调回到南韩，而且南韩国防预算也是一年到一年都是在增加了，不管是他们国内制造或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我觉得暂时调动这个系统。不会造成南韩的国防安全太大的问题，大家都也知道了。好，但是对美国来说，可以有这个算是补助吧，这个系统呢，当然在美国正在中东打仗的情况的话，这个是算是很大的帮助。OK， 刚刚 Russ 有特别提到说，我们有讨论到时间的问题啊，那所以接下来你觉得美国的打法会是如何啊？因为时间会是一个越拖越久的话，其实对美方是越不利的哈。那当然，伊朗希望尽量把时间往后拖。我们也刚刚讲到说，这一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是在成本之间的竞赛。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呢如法炮制，就是呢用无人机，也是低价的无人机呢去骚扰跟这个摧毁这个相关的防空系统哈，就是让伊朗防不胜防。那换作如果现在是美国陷入这个成本的困境的话。刚才纪文兄有提到说，价值2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就拼你这个400万美元的爱国者飞弹来拦截的话，美国自己的反制之道是什么呢？你觉得？这方面，我觉得川普说实在一点不在乎了。第一，今年的国防预算是有增加很多钱了，就是共和党国会议员配合，那所以预算上，我觉得川普根本没有这个担忧，所以他不会考虑到Patriot 的飞弹一枚多少钱这个这么细的问题，或者每天整个美军在打仗的已经有新闻说是每天多少钱呢？我觉得川普不会考虑这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还是认为川普会看其中选举还有。整个情况，比如说油价有没有受到影响，然后中东国家是怎么看？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对川普来说，他认为这些国家虽然 relationship 关系是没有达到以色列那么密切，但是川普跟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他去年刚上任就去访问，对不对？他们都有投资承诺投资美国很多钱等等，所以川普也是会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就决定什么时候要结束了。所以他会看整个情况。好，所以 Russ 觉得成本不是问题，纪文兄觉得也同意吗？我觉得成本对于美国，他还是必须要考虑，特别是不只是成本，
还有库存，美国它的目前工业生产能力能否快速弥补库存？尤其是美国是世界性的军力，它不会只考虑到中东地区、东亚地区，它要不要防御和面对和中国大陆的大国竞争。因此在衡量的这个同时，它不只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它的弹药这个安全库存，维持战备之所需。因此我认为这个相互牵动之下，那美国会更要求它的盟国，比如给予巨大的经济政治压力，要求盟国来分摊它一些防御。对，虽然像欧洲国家很多都说这不关我的事，这是你美国自己事。但面对波斯湾国家，特别和欧洲也很有关系这些国家的要求之下，那目前已经有部分欧洲国家说我愿意提供一些防御，但这些防御是海湾国家各自买单，还是欧洲国家自掏腰包帮你防御？这个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这个答案。对，但总体来讲，这个资金的支出或者成本，不只是美国，欧洲国家也是这个算盘打得很精明。你讲到重点哈，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讨论，就是这个现在在伊朗的战事会不会进一步连带牵动到让俄乌战争有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